最近幾年，如果你經常看军事新聞，一定聽過俄羅斯的 T-14阿瑪塔。在當年的紅場閱兵上，它那科幻的造型、无人炮塔的設計，簡直把西方坦克襯托成了上個世紀的老古董。那時候，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只要阿瑪塔一出馬，北約的裝甲師就得集體提前退休。可結果呢？在烏克蘭那場真刀真槍的消耗戰裡，咱們連阿瑪塔的影子都沒見着幾個，偶爾露個面也是躲在後方打冷炮。沒過幾天就趕緊撤回了老家。俄羅斯給出的理由是這玩意兒太貴了，不划算。咱就說這哪是不划算呀？這分明是俄羅斯那點早就爛透了的工業底子，根本撐不起這種實驗級的藝術品。更別提因為系統性的腐敗和制裁，他們的生產線已經快要斷氣了。就在大家都以為坦克這個兵種快要被無人機打得沒戲了的時候，美軍在2026年初竟然亮出了一張王牌 M1E3。他不僅把之前堆疊了幾十年的肥肉一口氣減掉了18噸，更是在技術層面直接給快要熄火的阿瑪塔蓋上了一層厚厚的棺材板。那麼問題來了，美軍是怎麼在短短幾年內就搞出了這台陸戰之王？而那個曾經號稱全球最強的阿瑪塔坦克，又是怎麼從神壇跌落變成了一個笑話？在這兩台坦克的背後，藏着美俄兩國工業實力怎樣天差地別的降維打擊？咱們先來聊聊 M1E3 最讓军迷圈震驚的活，那就是減重，而且一減就是18噸。大家可能對18噸沒概念，這麼說吧，一輛普通的輪式裝甲車也就這個數。美軍相當於在保證防護力不減的情況下，從老坦克身上生生扣出了一台坦克的重量。不過說實話，之前的 M1A2 SCP-V3 確實是把自己給折騰廢了。為了防地雷、防路邊炸彈，一層一層往身上焊鋼板，最後搞成了78噸的陸地超重坦。這種體重進了東歐的小路，那就是路見不平我直接就陷進去。美軍在演習裡發現，在波蘭這種前線國家有超過 30% 的橋梁，他們以前以為能過，結果坦克一上去，橋還沒斷，路基先塌了。這在戰時幾乎就是變相的自殺，還堵住了自己人的退路。所以 M1E3 的出現其實是美軍的一次工業覺醒，他們不再迷信所謂的裝甲即是正義，而是開始玩起了空間置換。首先 M1E3 徹底重組了那個臃腫的底盤，設計師把原本死沉死沉的扭桿懸掛全都給扔進了垃圾堆裡，換上了全新的霍特斯曼液气懸掛系統。這種懸掛不僅僅是讓坦克能像改裝車一樣玩低趴，更關鍵的是他把車體內部原本被巨大金屬桿占滿的空間給徹底騰出來了。這時候美軍的工業優勢就體現出來了，他們不是像俄羅斯那樣全靠那幾個早就幾十年沒更新設備的老軍工廠在那敲敲打打，而是啟動了一個叫團隊之團隊的模式。這種玩法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其實說白了，就是美軍把造發動機的卡特彼勒公司和造傳動系統的 SAPA， 甚至造人体工學椅的 Recaro 這些民用巨頭全部拉進了一個圈子裡，大家一起群策群力，直接整合技術搞東西。這種跨界合作的效率，相比俄羅斯那種封閉式軍工體系，可謂是降維打擊。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也是因為俄羅斯的民用工業早就萎縮的只剩賣資源了。他們的工業體系裡，軍用和民用完全是兩個互不相通的星球，這就導致了美軍在 M1E3 上能用最先进的商業供應鏈完成18噸的減重，而俄羅斯想給坦克減個配置，可能連合格的輕量化零件都湊不齊，這就是差距，也是美國軍工企業從設計思維到制造能力對俄羅斯形成碾壓局的原因。講完了坦克的減重計劃，咱們再聊聊 M1E3 那顆足以讓所有傳感器致盲的動力心臟，也就是那套柴電混合动力系統。諸位覺得坦克在戰場上最大的弱點是什麼？反正火力軍覺得 M1 坦克的問題，除了厚重的裝甲外，就是那個巨大的排氣管了。傳統的坦克發動機一發動，那熱量和噪音簡直就是在告訴方圓10公里的無人機，我在這兒，快拿導彈砸我。正因如此，美軍在 M1E3 上玩了一手花活，讓它正式告別了高熱量、高油耗的 AGT1500 燃气輪機，裝上了一個超大號的電池包和柴油機組，這就是所謂的混合動力。這個設計相較於從前，最值得聊聊的地方在於 M1E3 獲得了一個叫靜默監視的功能。在伏擊點 ，M1E3 可以把發動機完全關掉，所有的雷達、觀瞄、空調全靠電池撐着。這時候的坦克在熱成像儀裡就像一塊冰冷的石頭，甚至它還可以僅靠電力悄无声息地在樹林裡挪動。你聽不到發動機的咆哮，看不見火紅的尾氣。对比一下，咱們看看俄羅斯的坦克動力。阿瑪塔號稱裝了1500馬力的 ERN360X 型柴油機，名字聽起來挺玄乎，實際上呢，
這就是俄羅斯工業腐朽的縮影。由於缺乏高精度的加工設備，這台發動機的可靠性極差，在紅場閱兵這種大日子都能當众熄火，讓全世界看笑話。說白了，俄羅斯現在的發動機技術本質上還是在二戰時期的 V2 發動機基礎上不斷的壓榨打补丁，就像是一台老舊的桑塔納，非要强行加個大涡輪。數據看起來挺美，一跑起来就趴窩，簡直是讓人沒眼看。那 T14為什麼不搞混合動力？這是因為俄羅斯根本沒有能撐起坦克級混合動力的大功率電池技術，也沒有能精確控制電流和動力的半导體芯片。這就尷尬了，美軍的 M113 已經像潛艇一樣在玩靜默暗殺了，而俄羅斯的坦克還在那兒像燒開水一樣冒着滾滾濃煙和熱浪。這種代差不是說你在炮塔裡加個空調就能彌補的，這是底層技術鏈條的整體斷裂，是一個還在玩傳統機械動力的國家去挑戰一個已經玩轉數字技術的國家，結果可想而知。接下來咱们得聊聊 M113 那顆聰明的指揮系統，這才是它和 T14 阿瑪塔真正拉開檔次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阿瑪塔最驕傲的設計就是那個無人炮塔，把人塞進前面的保險箱裡，讓炮塔自己去轉。這想法確實不錯，美軍在 M113 上也用了。但問題在於，無人炮塔不僅是把人挪走那麼簡單，你得有極其厲害的電子觀瞄和火控系統，才能讓成員在不抬頭看外面的情況下，依然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美軍在 M113 裡裝了一套完全基於數字化戰場設計的操作系統，駕駛艙裡全是觸摸屏，甚至連操縱桿都長得跟 Xbox 手柄差不多。新兵上去30秒就能學會怎麼開炮。為什麼美軍敢這麼設計？這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 AI 輔助系統和高速數據鏈。M113 不是孤狼在戰鬥，它是美軍整個殺傷網裡的一個節點，它能實時接收頭頂上無人機看到的畫面，甚至能指揮旁邊的無人戰車去探路。它炮塔上的雷達能360度盯着那些想偷襲的 FPV 無人機，只要偵測到威脅，主動防護系統就會瞬間反應，把威脅直接攔截在半空中。再看俄羅斯的阿瑪塔，雖然也號稱有這些功能，但實際情況呢？因為長期的系統性腐敗，俄羅斯的高層把本該用於研發芯片的錢全變成了普京的豪華遊艇，這就導致他們的電子工業極其落後。在西方的制裁下，他們甚至得在民用市場上去回收洗衣機裡的芯片來拼湊坦克的火控系統。咱就是說，用這種拼一拼就用的模式湊出來的坦克系統能好使嗎？這就是為什麼阿瑪塔在烏克蘭戰場上連面都不敢露，因為他的那些號稱先進的電子系統，在複雜的電子對抗環境下，可能連最基本的敵我識別都做不好，更別提像美軍那樣搞什麼全網聯合進攻了。所謂的領先世界的技術，不過是建立在照着北約技術假模假樣堆砌在沙灘上的沙堡罷了，在时代的大佬面前又得被打回原樣。作為繼承了蘇聯遺產的國家，俄羅斯的軍事實力怎麼說也不應該拉掛成這個樣子。遙想曾經的 T34、T72 坦克，這些優秀設計都證明了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還是很能打的。那麼說到底，俄羅斯如今的坦克設計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其實一直以來，俄式坦克走的都是一條叫路徑依賴的死胡同。簡單來說，就是造的皮厚便宜，然後成千上萬的壓過去。這個邏輯在二戰時期確實讓德軍感到絕望，但放在2030年代，這條路還走得通嗎？答案是死路一條。俄式坦克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改不掉的絕症，那就是自動裝彈機的死局。為了把坦克造得矮小，蘇聯設計師把彈藥盤圍着成員的屁股擺了一圈，這就導致了咱們在戰場上經常看到坦克炮塔載人航天器官，只要炮塔一被擊穿，彈藥瞬間殉爆，整輛坦克就成了大型煙花發射器。也許有朋友會問了，阿瑪塔不是改了嗎？怎麼火力軍還在嘲諷啊？這個問題問得好啊！你說 T14 阿瑪塔改了嗎？它是改了，雖說是簡單的把人挪到了前面，但也是改了。但改完後，它又陷入了另一個極端的複雜化陷阱。俄羅斯的工業體系只適合造那種傻大黑粗、皮實耐用的機器。一旦他們想學西方玩高精尖、玩无人化，他們的工藝水平就完全跟不上了。阿瑪塔那台 X 型發動機就是俄羅斯路徑依賴的縮影。他們想在有限的空間裡擠出無限的動力，結果搞出了一個維護複雜、故障率奇高的怪胎。這種為了創新而創新的 PPT 武器，不僅掏空了俄軍原本就不多的軍費，更是在實戰面前被打出了原形。反觀美軍，他們始終堅持以人為中心，哪怕減重也要保證成員的生存率，這就是格局的差異。俄羅斯在浪費冷戰留給他們的最後一點老本，而美軍已經在用數字 AI 化的邏輯重新定義裝甲戰爭了。聊完技術，咱們得聊聊讓俄粉最扎心的話題了，那就是俄羅斯工業的系統性腐朽。咱們看看阿瑪塔的生產商烏拉爾機車廠，那可是有着輝煌歷史的老字號。
但在現在的俄羅斯，這種工廠更像是一個靠政府撥款吊命的養老院，設備老化，人才流失，管理混亂。這種環境裡，想敲出幾輛表演用的樣車就不錯了，想搞大規模量產，那簡直是痴人說夢。更諷刺的是，阿瑪塔項目背後的資金挪用和貪腐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研發經費被層層克扣，本該進口的高精度機床，最後變成了劣質的仿製品。這就導致阿瑪塔不僅造價貴得離譜，而且根本沒法在戰場上規模化部署。連俄羅斯國防工業巨頭都不得不承認，他們寧願多造點老掉牙的 T90M， 也不敢用阿瑪塔。而美軍的 M1E3 項目體現的是一種極其優秀的商業競爭和協作。美軍不再像以前那樣把合同全都給一家大公司，讓通用動力一家獨大，而是讓卡特彼勒、萊茵金屬、Moog、Recaro 這些全球頂尖的供應商進來內卷。這種競爭壓力之下出來的產品自然是既先進又好用，更關鍵的是它能隨時適應戰場的反饋進行迭代。這就是為什麼 M1E3 能迅速搞出樣車，而阿瑪塔磨嘰了10年還沒出實驗室。這不是一個2個人的問題，這是2個國家工業動員能力和制度連接度的代差。那麼這台被火力軍吹得天花亂墜的 M1E3 到底進展到哪一步了？是不是也是美軍畫的大餅？美軍仿佛也知道大家想看什麼。如今 M1E3 最新的官方消息来了，從信息上看，美軍在 M1E3 上的動作只能用風馳電掣來形容。由於烏克蘭戰場的緊迫感，美軍已經把研發周期整數縮短了整整5年。當然，作為資深軍迷的老觀眾，只需要重點關注這幾個時間節點就行了。2025年12月，首輛 M1E3 技術演示車就已經正式交付給了美國陸軍進行評估。這可不是 PPT， 這是能跑能打的硬件實體。接下來的2026年，最關鍵的一年，2026年1月，也就是前不久， M1E3 在底特律車展上正式公開亮相，向公众展示了它的全新架構。而到了2026年夏季，美軍將交付4輛早期原型車，給所謂的接觸轉型部隊進行大規模的 TSA 野戰測試。這就是讓最一線的士兵直接拿着這玩意兒去實地操練一番，通過實戰反饋來修正設計。這種動態升級的模式是美軍最新的採購革命。如果測試順利，美軍計劃在2027年正式啟動全速率生產線。這種效率背後是強大的民用供應鏈支撐的。至於什麼時候能真正列裝，根據目前的進度，預計在2030年代初期，第一批 M1E3 就會正式形成初始作戰能力。到時候，它可能會獲得一個新的正式名称，比如 M1A3。到那個時候，它將作為美軍裝甲部隊的數字化大腦，徹底終結那個屬於傳統坦克的舊時代。講到這裡，大家應該看明白了，無論是減重18噸，還是搞混合動力，還是無人化炮塔， M1E3 身上體現出的其實是和 C1技術機一樣的實用主義。美軍的工程師不是在造一個藝術品，他們是在造一種能在大規模衝突中大規模量產，並且能讓士兵活下來的工具。為了這個目標，他們敢於放棄幾十年的重裝甲傳統，敢於引入最前沿的商業供應鏈。這種敢於自我否定、敢於打破常規的勇氣，其實就是美軍強大的根源。而反觀俄羅斯，他們太在意那個虛假的大國光環了。明明工業已經拉胯，卻非要搞個科幻的阿瑪塔去騙世界，結果在真正的生死關頭，除了能拉去紅場走2圈，什麼用也起不到。這就是腐敗和無能帶來的最慘烈的代價。坦克戰的未來已經不再屬於那些自詡無敵的鋼鐵巨人，而是屬於像 M1E3 這樣更輕、更隱身、更聰明的數字化獵手。目前 M1E3 已經站在了正式列裝的門檻上，咱們可以拭目以待，看看這台減重了18噸的巨獸，在2030年真正開啟屬於它的數字化裝甲時代。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美軍的這種數字化作戰的邏輯會不會徹底終結老舊的裝甲作戰體系？歡迎在評論區各抒己見，咱們一起聊聊。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